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的频道。结束了在美奈那段安逸的躺平时光，我们继续北上。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拥有越南小瑞士、小巴黎美誉的山城大乐。本以为迎接我的会是浪漫的法式风情和沁人心脾的清凉，却没想到这座迷人的山城也送了我一份意想不到的见面礼，开启了我这次越南之行连环被宰的独特经历。退掉美奈的房间，今天我们将出发去大乐。同样的跟上次一样，还是订的是双层卧铺大巴。这是今天坐的大巴车。到大乐的大巴，今天一看算上我，一共只有6个人。今天的大巴上面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按摩。这个床旁边有一个遥控器，是一个按摩床，可以设定按摩模式，就可以一路按到大乐，这一点很爽。大乐坐落在海拔1500米的朗比安高原上，因为一路都在修路，路况极其颠簸，我们乘坐的卧铺大巴硬生生被开出了全身按摩椅的效果，导致车位自带的按摩功能都显得形同虚设。在这种左右摇晃的节奏中，我们终于进入了这片云端上的清凉之地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大乐与越南其他城市的闷热完全不同，常年气候凉爽，平均18到25度，因此也被称为永恒的春天之城。这个就是酒店，叫波音院179。Room 2一下在大乐订的酒店，酒店的位置在大乐最繁华的大乐市场和夜市附近。100多元人民币，折合10几美金一晚的房间，看起来要比胡志明和美奈的好很多。窗外对着的是山景，到各个地方都非常方便，走路就可以到达市场和夜市。房间里备了很多是小食，价格也不贵。洗手间看起来很干净。大乐天气很凉爽，所以很多酒店的房间都没有配空调，而是配了一台风扇。现在室外的温度只有20度，晚上只有13、14度，所以估计连风扇也用不到。大乐是个4D 魔幻城市，虽然这面是2楼，但是呢，这个方向出去以后，又是大路。在酒店安顿好行李，我们打算先去马路对面的火锅店填饱肚子。这是我在大乐掉进的第一个坑。
这面吃的是鸡肉火锅，上了火锅以后会给你一个配菜粉，蘸料呢是盐、粗盐和柠檬，另外还有一盘鹌鹑以及不知名的各种叶子。谷歌页面上搜到他们的店面，上面的套餐价格写的是2个2餐20万吨，3到4人餐30万吨，4到5人餐40万吨。我们跟老板确认过2次，问他2人餐是多少钱，他很清楚地跟我们说是30万。我看着隔壁桌当地人吃了双人餐，又点了其他菜，付了30万还找了零，心里基本有了数。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什么叫本地人与外国人2个价。鸡肉火锅吃完了，最后老板结账还是收了30万吨。当然，刨去这个价格问题的话，鸡肉的味道还是不错的，汤汁很鲜，鸡肉像是本地鸡，然后吃起来很有嚼劲。没想到仅仅隔了不到100米，我又梅开二度。在一家牛肉粉店，老板热情地递上一份精美的英文菜单，上面写着1碗粉7万。这在普通小店普遍3、4万的越南显得贵得离谱。留了个心眼的我，在翻看菜单背面时，发现了越南文菜单，粉的价格竟然比英文版足足便宜2万。老板解释说那是小碗，但菜单上压根没有任何标注。将这些遭遇发到网上后，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。看来越南宰客的问题确实比较普遍。如果你在越南也碰到过这些，可以在评论中分享你的经历。大家来越南的时候，建议提前在 Google 地图上查好，到有菜单的餐厅吃饭。即使这样，也还是会碰到阴阳菜单的情况。连番被宰的遭遇，让我对这里的诚信产生了动摇，甚至在后面的行程中，看到没有明码标价的小摊，都不敢轻易尝试了。虽然这些经历给旅程蒙上了淡淡的阴影，但不得不承认，除去这些不快，大乐仍然是我在越南最喜欢的城市。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1300多栋充满故事的法式建筑，让这里充满了异国情调。这里也是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帝的避暑胜地，他在这里修建了至今保存完好的行宫。此后，大乐逐渐转型为越南本国人和国际游客都钟爱的旅游胜地，并因其四季如春的气候，在2020年入选了全球避暑名城榜。大乐的灵魂就在市中心的春香湖。这片月牙形的人工湖以19世纪著名的越南女诗人胡春香命名。无论是环湖漫游，还是租一辆自行车骑行，都是绝佳的体验。累了就在湖边挑一家咖啡馆坐下，看着湖光山色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100多年前，一名法国医生在越南探险，发现了这个地区，然后他请求当地的殖民政府在这里建设一座避暑山庄，所以那时候建立了第一家旅馆。随后，法国人在这边建立了众多的别墅、林荫大道，成就了现在
像瑞士一样的法国避暑胜地。除了湖泊外，沿山地有很多当时法国殖民时期建立的旅馆。虽然离胡志明并不是非常远，但是因为是高原城市，处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面，大乐的温度要比胡志明低10度左右，白天只有23、24度，晚上最低能到13、14度。所以能看到当地人很多骑着摩托车，穿着羽绒服，但是呢，来的游客还穿着短袖短裤。可能是因为气候适宜，适合鲜花开放。大乐的城市到处都开满了五颜六色、品种各异的鲜花。很像是春城、昆明、春江湖边的广场上正在搭一个大型的展台，看来是要为什么大型的活动做准备。感觉像是为了某款游戏在搭宣传舞台，但是这个规模看起来都可以做跨年晚会或者是春节晚会啊。因为是建在山顶上的城市，所以城市里到处都是山坡。出门的话，不是上坡就是下坡，有些坡度还相当陡，所以在城市里漫步是件体力活。广场上这座巨大的绿色玻璃建筑，实际上是一座咖啡馆。去大火炬里喝一杯咖啡。带来一杯咖啡，太甜。还有一杯百香果汁，比咖啡还能甜一杯。以后来越南喝咖啡或者果汁，光说 less sugar 是不够的，最好是 no sugar。春江湖的夜景还是挺美的，周围的灯光布置有点像西湖。入夜后，大乐夜市成了这座山城最热闹的地方，也是几乎所有游客必须的打卡地。一眼望过去，左边好像都是卖衣服的多，右边这边
吃饭的餐饮小摊比较多，小吃比较多。白天还说本地人怕冷，晚上就打脸了。大乐的夜晚还蛮冷的，光穿一件衣服再加一件薄外套是不够的。有的人甚至穿上了羽绒服，虽然夸张了点，但是建议还是穿的暖一些。夜市走到尽头是一个市场，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，晚上聚集了这么多年轻人。这里有着著名的大乐版西班牙台阶，楼梯上坐满了喝豆浆、吃小吃的年轻人，充满了市井烟火气。原本打算在这里大快朵颐，但因为白天的被宰阴影，最后还是选择了最保险的麦当劳解决晚餐。虽然少了一份探险的乐趣，但也算换来了一份安稳。夜市街旁的这个依山而建的一排房子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大乐被誉为20世纪欧洲建筑博物馆，这里的法式浪漫与越南本土文化的碰撞，让它拥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在接下来的影片中，我将带大家去探访各种如梦似幻的花园、教堂，体验心跳加速的高山过山车，还会爬上那座光怪陆离的疯狂屋。精彩还在继续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